這個世界上到底有沒有最完美的戰機？如果將這個問題拋給五角大樓的將軍，或者那些身經百戰的頂尖飛行員，那麼他們給出的答案大概率只有一個，那就是 F-16 戰損。現代戰場 F-35在到處送貨， F-22 依然是空中禁区的代名詞，甚至第6代戰機的發動機都已經傳出了轰鸣聲。誕生於上世紀70年代的第4代戰機 F-16 似乎成了老掉牙的代名詞。根據自由時報的報道，英國皇家联合軍事研究所的空权专家布朗克最近還跳出來說，讓19戰機與 F-16 同時攻擊，位於敌後60到70公里處的蘇3719的成績絕對比 F-16 好。話裡話外就差表明 F-16 老了，不中用了。但事實真是如此吗？這架专家口中所謂的老飞機，至今依舊有至少2200多架在藍天咆哮，佔據全球現役戰鬥機總量 15% 的恐怖份額。這些難道是靠賣情懷贏回來的嗎？今天我們就帶大家重新審視這款美利堅空中藝術品，聊一聊為什麼在那個計算機還沒你手機強悍的年代，美國人能造出這種逆天的玩意兒。還要正面回應一下那個布朗克專家，到底是 F-16 老了，還是他根本不懂什麼叫真正的暴力美學？而這一切的傳奇得從一群被称為戰鬥機黑手黨的瘋子說起。在聊 F-16 有多猛之前，我們必須先回到那個讓人尷尬的1960年代。是因為那时候的美國空軍正在越南叢林裡被北越那些不起眼的米格戰機搞得焦头爛額。當時的美軍追求的是大而全，搞出了像 F-4 鬼怪這種沉重、笨重，甚至連机炮都不裝的怪物。美國人覺得未来的空戰就是導彈互射，大家在幾十公里外打完就收工。結果越南戰場直接讓 F-4 大丟其臉。在近距離格鬥中，沉重的 F-4 就像一只笨拙的大象，被蘇聯人短小精悍的米格機耍得團團轉。就在這時候，一個叫約翰·博伊德的瘋子出現了。這小子不僅是一個天才飛行員，還是一個精通數學和物理的戰略家。他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僚組成了一個非正式的小团體，外號戰鬥機黑手黨。博伊德提出了一個革命性的理論，能量機動論。簡單來說，他認為戰機在空戰中不是看誰的導彈強，而是看誰能更有效地轉換能量。他要求設計一種小型、極輕、推重比爆表的飛機，它必須能在機動時盡可能減少能量損失，要像一只毒蛇一樣瞬間轉向、瞬間反擊。當時美軍高層其實並不待見這幫人，因為他們正在全力保航 F-15 這種昂貴的重型戰機。但黑手黨們非常賊，他們打出了一個高低搭配的旗號。他們說 F-15 太貴了，咱們買不起太多，得搞一個便宜點能大規模量產的小弟來幹髒活累活。於是轻量級全機手計劃正式開啟。1974年，通用動力的 YF-16 和諾斯罗普的 YF-17 展開了世紀大對決。這中間還有一個非常搞笑的插曲。YF-16 在1974年1月20日做高速滑行測試時，因為控制系統太敏感，飛機竟然意外起飛了。试飛員菲爾·奧斯特里彻一看，心想完了，要撞地了。他果斷推滿油門，直接把这架還沒準備好首飛的飛機拉上了天。結果戰機平穩飛了6分鐘，安全降落。這也成了航空史上最奇葩的被動首飛。這次意外證明了一件事，這架飛機的動力和響應速度已經超越了人類的想象。最終 YF-16 憑借着更低的成本、更遠的航程和更變態的超音速機動性能擊敗了 YF-17， 而它就是 F-16 的原型機。它採用了幾個在當時看來簡直是外星科技的設計。首先是無框氣泡座艙蓋，以前的飛行員看後面得扭斷脖子，但在 F-16 裡，你擁有360度無死角的視野，你就是天空的主宰，你能看清每一個試圖偷襲你的对手。其次是那個向後傾斜30度的彈射座椅，為什麼要斜着坐？不是為了舒服，是為了對抗重力。當你開着 F-16 做9G 大過載轉彎時，血液會被推向腿部，飛行員很容易暈厥。這個30度的傾角能有效縮短心臟到頭部的垂直距離，讓飛行員在9G 下依然能清晰地鎖定目標。這就是美利堅工程學的狠辣之處。為了性能，我們可以把飛行員像標本一樣固定在椅子上。還有最核心的電傳操縱。F-16 是世界上第一款採用頸部穩定設計的戰機。簡單說，這飛機在沒有計算機輔助的情況下根本就飛不直，它時刻都想翻跟頭。為什麼要這麼幹？因為越不穩定的東西機動起來就越快。計算機每秒鐘修正幾千次飛行姿態，保證它不會解體。
而飛行員只需要輕輕撥動那個側向操縱桿，飛機就會像你的手臂延伸一樣，瞬間完成戰術動作。這種人機合一的境界，讓 F-16 一出道就成了全球飛行員心目中的夢幻座駕。但性能強僅僅是開始， F-16 真正的恐怖之處在於它那近乎無限的進化潛力。從一款單純的白晝戰鬥機進化成全能的空中死神，它到底經歷了什麼？很多人覺得 F-16 只是個輕型機，幹不了重活。如果你這麼想，那你就太小看美軍的壓榨能力了。F-16AB 型號問世時，確實只是個純粹的空優戰機，主要任務是把敵機從天上捅下來。但隨着冷戰的加劇，美軍發現他們需要一種什麼都能幹，而且在哪兒都能部署的戰機，於是 F-16CD 系列登場了。它換裝了功率更強的 F-100 或 F-110 發動機，推重比超過了 1.1。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這架飛機不僅能平飛，它甚至能垂直向上加速爬升。這種力大專飞的底子，讓它開始往背上掛載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它不僅能掛 AIM-120 中程空空導彈玩超視距打擊，還能掛哈姆反輻射導彈去敲碎敵人的雷達站。它成了野鼬鼠任務的接班人，專門負責在開戰頭1個小時衝進敵方的防空圈，在雷達告警聲中像雜技演員一樣躲開導彈，然後給敵人的防空陣地送上一枚精確制導的炸彈。這時候咱們得聊聊那位英國專家布朗克的論調了。他說19打蘇34更強，理由是19能更隱蔽地發射流星導彈。布朗克先生可能忘了， F-16 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背後有一個完整的系統。F-16 從來不是单打獨鬥的，它有預警機的引導，有強大的電子戰支援，而且最關鍵的是 F-16 擁有全球最成熟、最龐大的配件供應體系。它在海灣戰爭中的妥善率高得驚人，幾乎每天都能出動數次。你19確實精緻，但你能像 F-16 一樣，在沙漠簡易機場裡靠幾個小伙子換個模塊就能繼續上天殺敵嗎？到了21世紀， F-16 更是迎來了它的巔峰之作 F-16V 蝰蛇。請大家記住這個 V， 它代表 Viper， 這也是台灣地區目前正在大規模升級和換裝的主力。F-16V 最變態的地方就在於它那顆數字心臟 AN/APG-83 主動電子掃描陣列雷達。這款雷達的技術源自 F-22 和 F-35， 它能同時跟蹤幾十個目標，而且抗干擾能力強到離譜。這就好比在大家都還在用手電筒找人的時候， F-16V 已經帶上了红外熱成像儀，再加上 Link 16數據鏈，它可以把看到的戰場信息直接分享給周邊的隊友。現在的 F-16V 其實就是一架披着4代機外殼的準5代機，它能在敌人的防空網邊緣游刃有餘，利用超视距優勢先發制人。它甚至能攜帶戰術核武器，作為美軍在歐洲和亞太地區核威慑的重要一環。這種全能性讓 F-16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參與了地球上幾乎所有的重大衝突。從貝卡谷地空戰，以色列飛行員用 F-16 打出了驚人的交換比，到海灣戰爭，戰損機隊承擔了絕大部分的對地攻擊任務，再到現在的烏克蘭天空， F-16 的出現直接讓俄軍的蘇霍伊機群感到了巨大的壓力。這款戰機就像一瓶陳年烈酒，越老越辣。那麼作為一個專業的軍事博主，我也得問大家一個問題，既然 F-16 這麼強，為什麼它還沒有被 F-35 完全取代？為什麼連美軍自己都要繼續訂購和升級這款老戰機？在現代戰爭中，有一個很殘酷的論點，你不僅要能打贏，你還得打得起。F-22 強不強？強得離譜，簡直是外星科技，但它也貴得離譜。一架飛機的造價加上研發分攤，能買好幾架 F-16， 而且維護起來極其嬌貴。每飛1小時，地勤大爺們得伺候幾十個小時，把它當鑽石一樣捧在手心。而 F-35 雖然在降價，但它的隱身塗層和複雜的航電依然讓很多國家的後勤部門想自殺。這時候 F-16 的優勢就體現得淋漓盡致。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生產了超過4600架 F-16。這是什麼概念？這意味着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機场的地方，大概率就有能修 F-16 的零件。它的運營成本極低，出勤率極高，它是美国戰術空中力量的基石，佔據了 15% 的全球現役份額。如果把空戰比作一場棋局， F-22 是那個威力巨大的後，負責一招制敵，而 F-16 就是那些數量龐大、靈活多變的車馬炮。沒有他們在前面頂着，再厲害的後也會陷入汪洋大海。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
F-16是美軍縱橫全球的最佳工具。美國把 F-16賣給25國家和地區，這賣的不光是飛機，更是系統。你的雷達要跟美軍的通信，你的導彈要買美國的，你的飛行員要送去美國培訓，這無形中就建立了一個龐大的 F-16朋友圈。在這個朋友圈裡，美國是絕對的老大，它掌控着所有的核心代碼和後續升級。對於像台灣這樣面臨巨大空中壓力的地區來說， F-16V 就是最現實、最強大的保命符。它能有效抵禦那些所謂的側位家族，利用雷達代差實現先看、先打、先撤，那種报菜名式的参数对比，在真正的電子戰和態勢感知面前，往往不值一提。而且 F-16還在進化，美軍已經在嘗試搞中程僚機計劃，讓無人機跟着 F-16一起飛。未來的戰場上，一架 F-16可能帶着一群自保無人機或偵察無人機，它將變身為一個空中母機。這種戰術上的拓展性是其他戰機難以企及的。當然，在這裡我也得指出 F-16的弱點，它畢竟是一款單發戰機，一旦發動機在海上或者敵後出故障，生存率確實不如雙發戰機。而且它的雷達散射截面積雖然在4代機裡算小的，但在隱身時代它依然像個發光的電燈泡。但這並不妨礙它被稱為最完美的戰機，因為完美不代表在每一個指標上都拿第一，完美代表的是性能、成本、數量、可靠性和进化潛力的最強平衡。在這個維度上 F-16 確實做到了極致。那麼布朗克專家的論調到底錯在哪兒了？他在對比的時候只看了1對1的模擬數據，卻忽視了戰場上的不確定性和體系支撐。他把戰爭看成了一場實驗室裡的化學反應，而真正的戰爭是一場複雜的系統博弈。在這種博弈中， F-16 這把已經磨礪了半個世紀的瑞士軍刀依然是對手最恐懼的噩夢。寫到這裡，我腦子裡浮現出一個畫面，一名年輕的飛行員坐在斜靠30度的彈射座椅上，握着侧杆操縱桿，通過气泡舱蓋俯視着整片空域。他不需要大聲咆哮，他只需要輕輕一撥按鈕，這就是 F-16 帶來的自信，這就是美利堅航空工業給對手設下的技術天花板。有人說老兵不死，只會慢慢凋零，但在 F-16 這裡，這句話得改一改，老兵不死，它只會不斷插上數字化的翅膀，變得更猛。現在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訂單依然排到了幾年後，這說明全球的軍事決策者都不是傻子，他們知道隱身戰機雖然香，但在絕大多數衝突中，你需要的其實是一架能隨時起飛、能掛滿炸彈、能讓敵人雷達兵手心冒汗的可靠機器。F-16 的設計理念，能量機動、機檢高效、模塊升級，即便在今天看來，依然是戰機設計的金科玉律。它告訴了全世界什麼叫真正的美式實用主義。它不需要誇張的矢量噴管來作秀，它靠的是氣動布局和飞控系統的完美結合。不需要堆砌昂貴的材料，它靠的是对空戰本質的深刻理解。在我看來， F-16 不僅是一款武器，它是一個時代的圖騰，是工程學上的奇蹟。當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當那些所謂的專家論調隨風而逝，那道在超音速下劃破長空的纖細身影，依然會是自由天空最堅定的捍衛者。好了，聊了這麼多，大家對這款空中戰損是不是有了全新的認識？你們覺得 F-16 真的會被 F-35完全取代嗎？如果你喜歡今天這篇深度分析，別忘了點讚、訂閱並轉發。咱們下期視頻再見。